我有一个发小，他被一个漏洞合同给骗了嘛，欠了一屁股债，来找我来了，说我前段时间看到你给黄晓明拍视频了，你能让黄晓明帮我打官司把钱要回来吗？我说黄晓明他只是演过律师，他还演过大汉天子呢。他说老房你帮帮我，我肯定会报答你的。你大女儿现在不是没人要吗？让我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吧。我说我怎么就想不出来你这种包袱呢？讲到说我有2个女儿嘛，老大今年30了，母胎单身；老二今年17了，高中早恋。该谈他不谈，不该谈乱谈。老大考编6年没上岸，妈还在水里泡着。我说闺女，换个男强壮的，找个好人嫁了吧。我女儿说妈，你看问题要全面，我是没结婚，但是我也没离婚呀。我同学都离了3次了，他妈老上火了。我说闺女，没看全面的是你吧？人家都收了3次彩礼了。你在沈阳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回沈阳睡觉休息，然后其余就是写稿、开会、上开放麦。谢谢你们来。我不上开放麦、不演出的话，我就在这个行业里的话就会焦虑，就感觉别人会写出比我更好的东西来，我会被别人给超过了那种。就是这个行业好像是会让你焦虑。有点职业病了。有点，不是很严重。完了，腿演不了了啊，站不住了，坐吧。讲不了了都。这老太太咋整？身体状况就是那个胃减重手术还在恢复期嘛。哎呦，其实目前来说，膝盖也是蛮严重的。我去了骨科医院看了一下，他说没有太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就是得做置换。我没想到今天腿这么厉害，可能有点太累了。现在对我来说，一个靠站着给大家表演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在上海5天跑了20场，哎呦，太累了。5天20场，1天得4场，平均1天4场。有时候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了，孩子过来说妈妈怎么，会跟我聊一些天儿。我说有事咱就说事儿，没事赶紧回去睡觉。其实我更想的是，你要理我在外面有多累，我在外面有多烦。女儿们能理解你吗？我给你们拿拖鞋啊，等一下啊。洛，月月来了，啊，搁这吃樱桃呢。这你白雪姐，你少阳哥，你笑姐。老二多大？18了。我炒菜啊，我这都做了一点了是吧？你这谁的包啊？你的包啊？我给你挂在上边吧，那上边都找人踩的是梯子，脏。老二是因为在山东那边学校嘛，今年还得回山东参加高考。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鸡肉啊？鸡肉我炒个梨炒鸡肉。哇，最有名的。那个炒那什么肚那个别炒了吧？那个得炒，我小女儿爱吃。哦，那专门买给她吃。哦，那行，我以为给我们做的吃不完了。说你收拾它。挪，我说挪呀。还有点那边行，够了，哎，不用挪，再往这边往回来点就行，要不那个过不去。大女儿呢？大女儿啥情况呢？大女儿就是去年，去到沈阳以后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我说要不然你继续去辅导班当老师呢？她也不想再做老师了。她原来是老师。对。大女儿多大？30岁了。担心吗？怎么没担心呀？我也挺矛盾的。我一边想着她给我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年苦，其实心里其实还蛮心疼的。我有时候自己劝自己让她休息几年，一边又害怕她跟社会脱节。铝锅受热快，你看这一收，
其实我也不是需要他做出像谁那么优秀，不是，我希望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跟别人打交道的人际的关系交往，情商高，给大家有边界感，情绪稳定。行了，我得歇会儿了，我腿不行了。坐吧，你的宝座。我得坐有下。多少个菜了？ 6个菜啊。这蛋糕买的有点小了，有点过于小。你也没跟我说来几个人，问你啥，你就说4点到5点定。我就订个12寸或者8寸的。没跟我说，什么都不跟我说呀！天天啥也不说，我上哪知道这个人来？够用，谁也能吃不了多少小蛋糕，齁甜的。天天啥也不跟我沟通。够吃，快逼死一口就行了。来啊，再吃点。来呀，宝贝儿，吃饭了。晚上干嘛？吃你啊！等一下，大家还没来呢，你就在这吃着。饿死了！你打我吗？那放那边吧都，我这够用。坐呀，你不也吃了吗？我尝尝黄瓜好不好吃？那我也尝尝呀。怪可怜的，尝尝破黄瓜。今天这个我闺女18岁生日正式成人了。啊，成人礼，哥，你喝点可乐吗？来。我喝行，谢谢。闺女今天的生日礼物还在路上，周深的演唱会门票那场。厉害，哦，厉害！最近沈阳演出有多少？这个生日礼物满意不？完了，不咋开心呢。你18岁成年了啊！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自己得负责了，就是法律上你都有刑事责任了。你这哎呀，整形式干啥？你这不人过个生日，你就整这么严重你的事？今天也有选举权了，马上老家也给你选举权。叉子在那。就是我现在看我2个孩子，我小女儿不愿意露脸，不愿意出现在别人面前，就像我带她那么大的时候，我给她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个大爱人。我大女儿哇哇的说，然后我老师提醒她，我说别边界感。我想让他们变好，但是依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老房今年有啥期待对俩女儿啊？我期待啥？我就期待他俩能开心。你要真能那么想，那就少不少矛盾。对呀，所以说他现在上不上班，我说心里谁了？你说我干嘛呢？这不他生日吗？他说今年愿望希望你俩开心。那就演唱会门票弄到，他就很开心了。买。白哥，你回家给你爸妈沟通，你有问题吗？沟通反正没啥太大问题，我基本上我跟我爸不怎么聊天。那就没问题啊。啊？那你家呢？你最接近我了，你上有老下有小了。我觉得就是不能藏着，就是母女之间，她经常有那种我为你好，你为我好的心态嘛，然后又不说，但是又希望对方懂。然后如果对方不懂，你就会崩溃，但这个是不合理的。我现在跟他俩都是。从来我们母女从来不能沟通，一沟通崩溃就得哭，就得你这个沟通方式，我们也是说多少有点领教。我还觉得我可委屈了呢。其实不是，是吧？但挺多余，其实。我还挺多余。我说我都快要累死了，我在外面。你说我要有这个妈天天拼命在外面给我挣钱，回家你说我不得天天老关心了？回家我给不。这种是不是就是那种这种什么教育啦？愧疚式教育。不是，我觉得我要站在女儿的角度是，如果现在没有他俩，你干不干？我肯定不拼这个命啊！你只是不使劲拼，但你还会拼。他想从我身上找那些愧疚感。天哪！你觉得他什么样的方式关心你，你能准确接收到？给他妈你。我不缺钱。他像是给别人骂你的时候。就是我每天回家啥的，他都等着我，想着给我烧口水，就吃点啥。没迎接你吗？半夜没起来迎接你吗？啥时候呀？啊，鞋我天天给刷，那厨房弄的。我那个屋喊完，我说起来吃饭吧，那个屋喊，这个屋喊完那个屋喊，我天天。不是，你没喊过我啊？我拿一个例子，你又听着我躺在时候我吼叫的，我说你别拌了，他每回都这样拌一堆菜。所以我一要帮点忙，上一边你能帮什么忙？你能帮什么忙？上一边去啊！然后做完了累得要死，说，哎，
我拌了一桌子菜，你俩没一个出来帮忙的，无解，这种问题无解，我跟你说无解。你再怎么着，你小时候我对你也比你姥姥对我好。又开始比了，我的天，又开始比了。我挣的所有的积蓄全给我娘家贴补了吗？一分没给我。他从小对我是这样说的，我其实就是说，我从这个家没走，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我长大之后就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他没有退路。那他就不乐意了。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反过味来了。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很愧疚。那都讲哭了，不来说了，你给他们诉苦去吧，我不来说了。你说过那话以后，我再也没说过，我都是为了你，我也没再说过呀。哎，这好日子来了，咋还？你还算旧账了呗，还好日子。他吧，他这些年这个委屈，他一直没抚平，你知道吧？吃饱了，上边玩。那他这个节，他到底怎么才能？里边如果一直有这个委屈感，那你也是过不好，然后要不然躺床上也没法处理这个关系。哦，去刷牙去。我要想让你露宿街头，当年我就不在沈阳坚持。别人不知道我给白哥住宿舍，你知道我挨多少人恨的。白哥，你说谁不呲到我两句？在剧场，大大小小的小孩，谁不呲到你几句？我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得坚持，咬牙坚持？不是他这种委屈感，就是对他女儿来讲也挺沉重的。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但是你如果每天都在告诉我你是为了我的话，我也挺难受的。这个人生失败的前段人生吧，我也不能说你整个人生，因为一半原因你讲讲，第二个因为我爸，我就这么说，你明白了吧？然后再是我，然后再有我。闺女，你也不要这样来挤兑我，有一天你也会跟我一样。我希望我等我挂墙上那天。你那样话我都听够了，别给我对我说，别对我说。我嘴里说老大，其实我是担忧他。我这么拼命，也不就是为了给他托底吗？但是人终究是要靠自己的嘛。我想让他要懂得，永远自己才是自己，得靠自己嘛。所以说，我也知道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你现在在家里干啥也好，唯一焦虑的就是你跟这个社会脱节。我就让你愿意休息多久休息多久。今天就是诉苦大会，你要把我都给哭出来了。哎呀，你别让那个客人在这尴尬为难行不行？他还不知道咋安慰。那这事儿确实，你妈确实困扰他挺长时间了。困扰他也不能怨我呀，他不能把所有的怒气发泄在我身上呀。我不是发泄在你身上。那你现在不就在埋怨我吗？我就觉得是在埋怨我。我是想好好跟你沟通，你对你妈有怨气吗？那肯定有啊，我只是不想说罢了。你会不会就是在你那个午夜梦回的时候，你想我妈怎么？那是我大学的时候，他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发过很长很长的文字埋怨他。现在会有吗？现在我就觉得是自己性格原因，我都这么大了，我不能再埋怨他了呀，没用啊，改变不了啊。对自己现在的差强人意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过得也不是那么有目标，就像我之前那样，一直就浑浑噩噩的过着。其实我现在不想当辅导班老师的原因，一方面是要应付各式各样的家长跟学生，我感觉真的有点力不从心，而且就感觉我这个人的性格吧，非常敏感那种性格，就像我妈说的，我也很自卑。我知道孩子为什么，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今天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家庭里一个父亲角色，一个保护你的人的角色的缺失，导致孩子自卑、敏感，然后不愿意表达，就是没有自信嘛。我也知道问题出在是什么样，但是依然改变不了，这让我特别痛苦。我就是小时候在娘家，我爸情商特别低，我一直被村里小孩霸凌，我们家一直被欺负。
后来好不容易等我两个哥哥长大了，我们家在村里不被欺负了，哎，嫁个老公，又是那样的，等于我的命运又回去了。就是两个小孩性格有很大问题，我自己也知道，很愧对他们，我自己也觉得愧对他们，因为一个父亲的，就是那个角色，没有人保护你，形成小孩这种懦弱和自卑的这种性格，就是很悲哀。我两个女儿身上都有我，多多少少都有我影子。这就让我很难受，很难受。我也希望他们能改变，我也希望他们能好好沟通。老大现在性格有一部分像我，就是假装自己很强大，就先攻击我，先输刺儿。我不管你的，我先假装自己很厉害，不然我就会被你看透我很自卑，很敏感。老二现在是他也不会输刺儿，他比老大要更严重，更自卑。就是性格会决定命运。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个悲剧，我明明知道它在重复我的命运，但依然我改变不了。我其实不是说我女儿那个，我想让我女儿变得比我好，不管是情商啊，什么她的学习的进度。改变不了了，谁会改变？都30岁了，怎么改变？能改变，我想你改变不了了。你刚才说那些自卑敏感，你也没改吗？你还经历这么大一个好运，你也没改吗？你自己办不到，现在要求我。你有点操心太过了，说实话。其实就是担心他以后就是他这种性格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然后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人生，不那是你从他想一下进屋到现就糟了。在，你没发现他俩有啥问题吗？跟人哎呀，我这个天！我唯一发现的问题就是他跟你挺像。对，这说对了。但是跟我你这个性格特别像没影响你任何，你的敏感让你对这个喜剧有更多的敏感，对生活有更多的观察，然后你才有了你今天的你。我跟人这有什么接触也是有问题的。你让人一开始接触你这个人挺讨厌你这个人的，这不是就是一种问题吗？但是我没感觉到你是攻击性，我也没觉得你有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你就因为你也这样。那你要说，那你觉得我也这样。太牛了！就是我们在如此小的圈子里就能找到知己，发现了吗？老房都有残缺，只有你揪着你自己的残缺不放。我虽然是说你们开心就好，你们快乐就好，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可能依然还在寄希望，让他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种高情商、会说话，然后会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你还是不能接受女儿现在的状态。对。这付出100多条鱼命，这没学会啊。那种小鱼在这缸里一条两条不好看。对，就得买成批有付出有全是的。他的小鱼在缸里，100多。第一天就淘汰一半儿。嗯。你这扔那边，扔那瓶里不好使，出来啊。哇，好沉重的一段晚餐对谈哈。啊，大家看完这段晚餐之后啊，觉得房主任跟他2个女儿之间，就是沟通或者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沉默了。所有人都一定在那场对话当中受刺激，我们仨都把这个扭成了各种奇怪的形状。就在这一段 VCR 之前，它都是一个区别针。然后我们一边看，我们肯定特别焦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3个人都把它扭成了莫名其妙的形状。不知道该聊什么，因为别人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无能为力的感觉啊无能为力。你看他前面在舞台上啊，至少有几个段子，这个包袱让我们真的还笑出声来了。他可能把所有能笑的都全部都逼出来，写在纸上。然后他的生活里不太善于表达快乐的部分，或者是在舞台上的他就可以不用考虑到生活的这些难，因为舞台上的他不用面对现实，只用面对观众，或者观众给的那个是一个其实很虚无的光环，掌声啊，给你的喜欢啊，
可是你看回到家里门一关，好现实。你们注意到没有？就这餐晚餐主题是女儿的18岁生日。对，二女儿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整个就不快乐，是吧？这个现场，你想那3个客人坐那儿也不快乐，是吧？对，变成他的诉苦大会了那种的。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一句是欣赏和赞美对方的话。对，第一个，我多不容易啊，都是为了你。我从小就特别不容易，我现在还不容易，大小孩都能说我一下。然后呢，我都是为你好，是吧？这是。然后第3个是什么？就是我担忧你，我担忧你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否定啊。哎，那你们不觉得房主任这个家里太不正常了吗？是。刚才我同意他说的那点特别对。房主任之所以在一天演4场，在他那虚幻当中先过一天再一天，回到家里来一地鸡毛。可不是一地鸡毛，刀刀见血。作为母亲，你真的，你的过去的历史你没有错，不是你的错。你带着他们走出来，任何一个懂得感恩的女儿都想，我妈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把我们从大家都看到那个破房子当中那个生活环境带到了，也看到了沈阳那个大城市，生活环境改变了，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就是房主任。给的太多，往身上拉着自己，可能整天在女儿面前说，都是因为我没让你们的童年幸福，都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但是他女儿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不想听了，我听了很多次了。我们可想而知，他从可能5岁6岁醒世的时候，这句话每天可能得重复3遍，一直重复了，可能上万遍，可能是常态了，他已经无所谓了，麻木了。对，但是我现在呢？你想想几年前的脱口秀，他妈妈第一次出来，2个女儿记得吧？还在那儿啊这样，就是当时的欢呼和现在我们看到2个孩子突然变成另外2个孩子了，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老大这是怎么了？太不合乎常规了，正常的人啊都不会这么不懂事儿，面子都过不去。我跟你讲，就是诉苦诉太多了。你看，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回过味儿来，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造成的。但是在我从小到大，我妈最爱说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早就离了。就是孩子的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因为我才造成的，你才不信。然后等我长大了，我才发现啊，真相根本不是这样的，不是我给你造成苦难，那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诉苦？好像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逆反心理来了。所以我要反抗，我也要活。我可能没有经历你那么多苦难，但是我也非常的敏感。你都这么成功了，你还在诉苦，那我不行了，我就爆炸了。他女儿没有机会发声，好不容易有这么机会，那我就使劲。对，我就把我最丑恶的一面暴露出来。他其实比房主任有勇气，房主任还是要像那个破旧的留声机，来回的反复的就是诉说他的苦难。因为你想，这个家里就一直在耗费能量，房主任自己还能出去演个出，在外面充点能。对对对。那2女儿上哪儿充能去啊？对，小女儿好好可怜啊，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女儿肯定将来会看咱们的节目哈，哎，这因为很想跟他说哈，无论你们受了什么委屈，这个母亲是目前你特别值得基本的尊重。是。你都不尊重，社会上未来会唾弃你母亲的，而且这种唾弃是你母亲的脱口秀会倍加费力。而且我还想告诉这2个女儿，不管你承不承认，现在就是你妈在养活着你们。你要说她是为了她自己哈，我不相信。这个肉体的痛苦，瘸着腿、肿着腿，都走不了路。上舞台有多么快乐，这是违反人性的。那他为什么还得咬着牙走4场？他绝对是想要给他2个女儿把过去失去的美好生活，给他上升到想象的好几倍的那个高度。岂不知道这样真的害了孩子？我现在觉得他们3个人都要翻篇儿，你知道吗？其实房主任他还活在他过去30年的积累的痛苦里，就那个应激创伤没解决。因为你知道，她原来的那个创伤，她是有人可以怪的，童年怪自己父母，对吧？嫁过去怪她老公，怪那个村里的人。那她
出来了，到沈阳，他没人怪了，没人怪女儿了，对吧？就此刻谁离他近，他怪谁，所以他可能先得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房主任其实不管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一直在把他的苦难拖着他的女儿在这个泥潭里陷着拔不出来。就是你一回到家，你就像一个低气压把整个家拖在下面。这个环境其实我们试想一下是非常窒息的。大女儿有个动作，其实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当她想要开始喷她妈的时候，她给她的妹妹说了一句话：“你吃完了吗？你先回去吧。”她其实在乎她的妹妹的感受，不要来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情绪。其实这个大女儿没有说不是不当人的。哎，他们不是说，你看一个小孩儿，如果你觉得这个小孩有问题，他的父母比他病得更重，可能就是这种类型。3只刺猬家里面。哎，我今天觉得生活的真相真残酷。我原来把房主任当爽剧看的，所以在家庭氛围里面，甚至抱怨比愤怒是更糟糕的情绪，尤其是日日夜夜的不停的重复的抱怨。有一句话叫做“抱怨就像口臭，你自己不觉得，但让这个世界难以忍受”。我想起一个词叫代际传递。就你会发现，他们可能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房主任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是用这种方式，是不好好说话的方式，就是一说话就是责备的、贬低的、埋怨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在。我怎么让你难受，我怎么说，以恶制恶的这种方式，所以他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习得说好好说话这件事儿。然后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约定，比如说我们就放一个罐子，这个罐子就叫抱怨罐。今天我们都对着他抱怨，哈，时间是多少？30分钟，所有人都抱怨，你抱怨你妈，你抱怨你闺女，反正都好，停了，咱们结束，干个别的。倪老师他家目前这个关系哈，连达成这么一个做法哈，第一他妈要提出说咱们做这么个，马上2人女儿会把他骂一顿。第二，你真要把罐子摆的，他女儿能拿起来，咵摔了，少弄这一套。也有他家已经到了这份上了。对。大家都缓一缓，我觉得这一段 VCR 一定会产生非常热烈的讨论。那我们来看看总结的话题是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果不其然，愧疚式的教育，这一个呢是获取了更多的票数，大家更愿意讨论的，好吧？我希望大家讨论各种话题的时候都嘴下留情，尤其要对房主任、对他2个女儿都要有善意，保护他们。我是因为对房主任特别有感情，特别喜欢他的脱口秀。您肯定说的是对，因为你说的非常中肯了。因为其实铺在网上，千人千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当然，我希望这样的就是骂的声音少一点。我建议讨论的时候，我们只出主意，而少点责怪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护一下他们，是吧？哎，谢谢大家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冉莹莹他们家。我20岁认识他，但我现在全部都围着他，围着孩子，围着这些宠物，围着公司。你要吃那个火腿肠面包吗？喝不喝橙汁儿，兄弟们？这是谁买的？这个你爸的，你跟他说他的外卖到了。他躺平了。有一段时间吧，石明哥，你买的外卖到了。他说让我给他点时间，但是今天早上我还是蛮有感触的。他点了个外卖，他是给自己点的。老婆，你不是要煮什么给我吃吗？你不是都点外卖了吗？我是想吃，然后我不能把它吃饱吗？你可不可以弄点其他的给我吃吗？来吧，我们可以分享嘛，我说可以分享给你吃吗？现在我就感觉他跟我们儿子们相比，他除了不用喂饭，其他的差不多。就帮我煎个荷包蛋嘛。可以。我要糖心的。糖心啊，
我要你的那个带着糖sugar 号。你知道我们老大前天跟我说句话，我都泪目了。他说：“妈妈，你有没有发现我爸爸还有我弟弟都一直长不大？”我们老大跟我说啊，他说等过几年我出门了啊，我出去读书了，就要让宗明浩来尝试做大哥，他都没有说让爸爸来管家。所以我们老大真的就比较成熟，他会不自觉的要去承担一部分爸爸的责任，就照顾弟弟啊，让老二老三打架都是他管。Hello， 妈妈，给你泡了热茶。包括我妈妈知道我很累啊，过来帮我照顾我的小朋友啊。所以我真的想让他知道，婚姻里面，我觉得除了爱情以外，还有责任，还有3个孩子。哎呀，浩浩忽然发烧了，我用美团买药给他买个药，买个退烧药，我看一下。哎，用这个1对1急送，这个送的更快。好点没有，宝贝？好多了。再眯会儿，我喊你。美团美药来了。哇，买药到了，这么快呀！1对1果然快，谢谢谢谢。客气。吃完药早点休息吧。这个待会儿给咱们吸，怕它烧起来。我就希望，如果说我们来参加节目，我想让他就是有责任，就成熟起来。我准备找你谈一谈。谈什么？最怕这种。你是坐哪儿？做事儿呗。你想那是甲方喽？甲人方、乙人方，能之别。来吧。那个我这么想的，我说我们就是这怎么开口呢？还是得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说吧。这个笔和纸都拿出来了。啊。说啊，别藏着掖着，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了，不是兄弟也是胜似兄弟了，对不对？有一句话叫做“亲兄弟明算账”，我知道。维持这个家就是成本其实挺高的，可能我老公都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哎，可以其实让他有更多的参与感，让他更加清楚一下这个家里面的开支啊什么的。我们在家庭里面成立一个共管账户，那看似就是有点像 AA 一样的感觉。好，这一点达成。还握手啊？这么像吗？不是，这个只要是合作，我们就先祝福我们俩是共赢的啊，这个握手。合作共赢。那我们这个 AA 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完全的说5-5分，谁的能力强，谁占的比就高。啊，怎么去评判这个谁强谁弱呢？你比如说，这个月我的收入和你的收入，举例子啊，比如说我的收入是500块，你的收入是100块，有这么少吗？差别这么大吗？如果说是这样啊，如果说是这样，你别说如果了，你把我们两个中间就不要夹枪带棒的了，那你就直接说，然后你现在我就是按5倍，啊，你是5倍，好，你就是1倍，好，5比1嘛，现在我们现在的收入，比如说，我现在挣那么少吗？就是有点诧异，因为以前都是以我赚钱为主嘛，但是他说这个比例是5比1，我觉得有点是不是我太无能了，还是他太强大了？好，那现在开始了，我们必须要去支付的多少？第一个，贷款；第二个，车贷；第三个，房贷。还有什么？来，请补充。也就这些了。贷款，你心里面只有这些，我给你补充啊。物业费、燃气、水电，这必须支出。对。米菜油、猫粮、狗粮，全家出去的聚餐。哎呀，又不用写这么细，就进嘴的，反正这个对吧？对，进嘴的。
我觉得要让他知道哦，这个家要有经营起来，要有这些花销，啊，而不是像以前就是他觉得哎呀，反正甩手掌柜，孩子对吧？你管，来亲子类的来了，浩浩有篮球，轩轩有补西班牙语、补数学、补英语。我也打哈欠。浩浩有补英语，西西现在补的是数学和英语，然后舞蹈1周1次，声乐1周1次，架子鼓这都是每周1次，这都是轩轩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财富自由第2趴。怎么自由？这个呢就是自己花自己的钱，不需要从这个账户里出。我早就想经济独立了。有一天我说你什么时候让我过上软饭硬吃的日子？啊？我什么？他说你有一天有本事让我软饭硬吃。这种话说出来，这话就让我很生气，对吧？然后我就说，你不是吃着吗？我说什么时候吃了？他说前几个月他赚的比我多点。他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软饭？什么时候？软硬，你翅膀硬了是吧？你现在觉得了不起了是吧？你现在翅膀是不是硬了？软硬硬，你现在说我吃软饭。我说行，我说从明年开始我们那别一张卡了，这样子分。财富自由在哪里呢？第一个，自己的爱好，个人爱好的。我这就打球。你不剪头发吗？以后你自己付。还有，比如说今天早上你的外卖是吧？对，这种个人出。还有，你天天的。你这个应该在跟我说，我为了这个家多不容易，我现在做点理疗，怎么了？这个叫理疗，这叫按摩，好吧？不就是调养身体啊？调养身体，那你去那个什么大白楼正常调养啊，人家有专门的那个仪器的。你这就是休闲放松按摩。如果我们其实我不在乎那点钱，我在乎的我在家庭里面这个地位。这个地位怎么不高了？3块奥运奖牌，3根金腰带。对呀，我们同意啊。我给你写下来，就医，但凡我们家庭成员任何人，包含您啊，就医类的，你刚刚说，比如身体有旧伤，我们陪你去，可以吧？但这个钱就从家里的公款账户里出。行。按摩可不行。我很怀念，就是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大学生，然后当时我只要发出一些对事物的一些看法以后，他永远瞪着个大眼睛说：“哦，是这样的，好糊弄呗。”好厉害哦你！哇呀！后来他几个月以后他就实习了，然后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然后他就会说，我最不喜欢听那句话，我不觉得是这样。后来我就人生第一次，然后被他怼了以后，都被他撅了以后，我说思考一下，这个关系好像发现了很大的改变啊。好了，哪个同意的人来签个字吧。他好像不是那个我可以以我的观点让他仰慕的人。那一次以后，我觉得我就惦记到一下，然后记到现在。我觉得我在家里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弱势嘛，就是声音小啊，小到可以不存在那种感觉，还贴着手印儿。那你有什么策略吗？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发力。现切牛肉。啊，拿给我，我拎，不行，没关系，我们到前面。拿给我，待会儿拎那些菜还很多。先给我，别抢，先给我，不要抢。你看尹这也是毛病啊，对呀，不给人表现的机会。啊，球，老婆，如果你站的不是太侧的话，你球肯定是往那个方向走，他就是要。对，我就是打那个方向的。啊，你就是要打。啊，我就是吊的对角呀。你在打正手的时候手腕。每次借口也多啊。69多少？你要干嘛就是54。对，我69、54对吧？那你可以，你看我随便说出来，你都可以答出来。我觉得你的功底是我教得出来，如果他教不出来，他是不愿意去教的，因为浪费时间。我设计这个事情这几天，我觉得他愿意去尝试更多的一些这种跟孩子的互动，包含当然也增进我们夫妻的感情啊。你觉得他会有所改变吗？至少这是个方向吧。
来喽 ，Hello， 哎呀，欢迎，所以说欢迎的，欢迎来到你们的地盘了。坐。谁呀？刘畊宏，你这两天忙怎么样？这两天就是很忙，就是你知道，到处去玩，好累啊。啊？完了。哎，你们去澳洲好开心哦！孩子们呢？孩子们去？没有，孩子没有去，这是我们的约会。啊，就你们2个。哎，你们结婚是多少年了？我们结婚15年，我们在一起20年，像过了40年一样的。你这讲话的，我都不想说你了。度日如年是吧？你看他总结的。哎，你们有蜜月旅行过吗？哦，夏威夷。哦，你们有哦，哇！那时候刚结婚没孩子哈？没有。蜜月旅行，为什么要有孩子？我没有过，所以说。你们没有蜜月旅行吗？哎，为什么？我结完婚第4去比赛，第10天就回国家队去了。哦。你当时结婚，你觉得鼓起了勇气吗？唉，一开始我们是订婚，但是呢，我回北京以后，我们俩又开始吵架。吵架这个时候就是，我可以讲啊，我发现我怀孕了，就怀萱萱了。然后我同时拿到了凤凰和2套的 offer。那如果我选择去香港或者回北京，那这个孩子我肯定是不能要的。忽然邹永明就给我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大概有快1个月没联系了。他就打过来就在那边狂叫。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要当爸爸啦。我说谁跟你说的？就是我妈打电话给他，问他已经快2月了，你要还是不要？就问他，就这样。其实我办婚礼的时候，我都肚子都4个多月了。你之前跟他提出过有蜜月这个遗憾的事儿吗？提过呀，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忙嘛，然后我也很忙，后来慢慢就大家就没什么感觉了，就好像也过不过也无所谓了。啊，所以那你后来没有去吗？有象征性补过，但是没有2个人去，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哦，就带小朋友，那就不叫做蜜月旅行。对啊。所以你们很少2个人单独旅行，没有过，都要带小孩的。对，我们只有工作2个人出去过。哦，哎，那这样确实，你们也需要单独去旅行。他有的时候跟我玩笑，明哥，我跟你好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带我一个人去玩过？我说，我当时我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说一起去不更好玩吗？热闹点。反正我可能从小就是集体生活长大的，可能是我是这种意识。成都直飞雅典，小文花1.5万玩转了西出门有了护照、翻译耳机，我就有出国底气。然后你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我觉得没有给他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蜜月啊，然后，可能这个蜜月不管是什么样一个形式，至少我想弥补一下这么多年他操办一切所有的事情，想还他一个，想还他。希腊，主播在直播间里面一定会给大家推荐到一个你去玩的话不会那么的影响大家出行体验的一个时间段吗？5月份呢？你先确认好你自己的时间，你确认好了，确定了，因为我给你看一下我菜单的流程。我问你，你回答我呀，5月份呢？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时代啊，反正我不太会用线上的工具，所以说不一定做得完美，但至少是我一个精心我自己去策划的一个蜜月。只要我做好这件事儿，我相信他会是满意的。吃饭了，来吧，坐好。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的攻略。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到有孩子啊，然后我们到去哪儿，反正我只要把我自己带上就行了。
这基本上是出人不出力。但是呢，我想5月18号就是我们领证的日子，在领证之前15周年。领证之前，我想这15周年，然后我想做一个，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要带上你喜欢的衣服，只要你带上美丽的心情，我们去每一站体验都由我来安排。好。我不知道你放不放心啊？放心，放心。来。我不管这结果如何，我把有心就好，过程做好。我觉得新疆很美，这段时间5月份到6月份正好是一片紫色的海洋。对啊，我觉得祖国大好像就很好。而且你喜欢骑马，你喜欢运动，然后你可以在花海里面去奔驰。哇，好浪漫！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攻略哈，已经有计划了，这一晚上效率挺高的。我感觉他应该做了很多功课吧，我就很欣慰，很开心。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做这样的事情。对，没做过，从来没有。而且以前比如说我做，可能他会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很多余，甚至让他觉得很有压力负担。还有两条路，一个是在乌鲁木齐落地，到伊宁的话，有一个计划是想租一个房车。我开吗？我开不了。对，你听我说完。我们可以开到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有这个叫什么站呢？然后它是一个你到当地，它有很多的薰衣草的一个文化，还有风景。虽然我感觉他并不熟悉啊，但我觉得他已经跨出这一步挺难得的。那我就鼓励正面的引导，积极的引导。然后我们也可以去霍城去晃一晃，然后里面可以看薰衣草。薰衣草在霍城还是在伊犁？这飞伊犁，飞到伊犁以后住在伊宁啊。伊宁离伊犁有多远？等会我再查一下。在家庭生活这个事上，明哥从最开始不参与，甚至反对，甚至消极，到现在他愿意有这个想法来参与，变得积极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我觉得不要泼凉水，不要说啊，我其实想去哪儿，不用，我觉得就挺好的，很好。我有一个办法，机票不用花钱，积分抵扣。是什么的抵扣？是什么的？东航。那就可以把机票省了，去的机票，来回。那我们就可以在那地方就有1万块钱的7000块，别想多了。这一次我们2个出去也不能用公款账户的钱，咱俩就是一人出1半。啥也别说了，压力好大呀。我以为盛敏你会说都我来出的，你又给他架那儿了，我感觉真的。没事，以后会说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新的开始，重启一条我们恋爱的路，对这次旅行怀着很多的期待和憧憬，希望一切顺利。你们之前去过新疆吗？去过，哎，别说了。第一次去新疆，我和她一起去，本来是我的闺蜜结婚在乌鲁木齐，结果她在人家的婚礼参加过程当中给我提什么，就是你懂的，就是什么类似于我们俩不合适啊。但那个时候萱萱都1岁了，你知道新疆人结婚是从中午就要吃饭、唱歌、跳舞。然后在这跳舞，人家多喜庆的一事儿。然后他在旁边就跟我说：“我俩真不合适。”我又想掉眼泪，我又想看人家结婚要很高兴，要跟人家跳。就是那刻我的心就是特别复杂。所以我其实觉得新疆对我来说，回忆吧，就是都不是特别怎么样的回忆。对。哇哦！我们先为这期老邹的改变鼓掌，鼓掌鼓掌，真的进步了。这个给我老师给我。
莹莹的后退一步，也为他鼓掌。对，我看这两个人都口子相处模式对，完全不一这样了。房子快有点结实了。那他们两个人提出了一个共有的账户，那就是在夫妻间实行这种 AA 制，大家觉得有必要吗？我觉得他们这个不算叫 AA 制了，因为这个就是夫妻间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共用账户，大家都往里打钱，多挣多打点，少挣少打点，然后呢各自再留一个各自的小金库，就是有自由有共治。我其实关心的是，就为什么15年了，莹莹突然想起来要建这么一个共有账户？对，以前你们是什么消费模式？我基本上我不看爱管钱，因为我在以前国家队的时候对金钱没有意识，我吃的也在国家队，穿的他也发给我，我们基本上生活的成本没有，基本上没有，就自己想吃点零食去超市买点就 OK 了。这个我对经济没有概念，而且我经常会被他这样骂我，他说一会儿这个朋友要借点钱我就借了。那个亲戚要点钱我就给了，我就这个没有底线，就是手太散了。他也是学经济的，他也会投资，这个那就你谁强就谁来，对不对？我就基本上我当甩手掌柜了。然后那几年我们确实我每年的收入也不错，家里面还算是小康很宽裕的啊。然后就出了这之后，然后我们做了一些投资啊。后来嘛，有一次我就觉得。我这个大男子主义的那个脸挂不住了，后来我说你什么时候让我吃上软饭，过上软饭一吃的日子？那你现在就在过啊！我当时我就男人脸有时候脸挂不住，我就当时说，我说要不我们把账分开，你赚你花的，我赚我花的。那时候就有点赌气的感觉，赌气打肿脸充胖子，因为强势惯了嘛，对吧？说完这句话，我就马上问我的经纪人。我最近我的收入多少啊？他说这2个月其实没有收入啊，我才发现哇，我不能再每天浑浑噩噩了。我就觉得真正铁骨的男子汉在拳台上都不怕流血，怎么在家里面怎么可能是吃软饭呢？那我得正视自己了，我就不能拿以前我那些光环再套在我身上了。我说赶快给我找工作，我马上就给自己一个决心，我说要行动起来。当然林姐她跟我说这个分开账户的这件事，她不是嫌弃我，她想激励我，她想换一种方式让我参与到这种和她的这种较劲儿，这种较劲儿是有爱的较劲儿。包括她说我们收入的百分比，我们的比例是5比1的时候，我当时确实有点脸都挂不住了，是不是？是的，我真的发现他挣的是你的5倍。对，所以说我该加油，我应该加油。哎，你知道吗？其实家里不在乎谁挣得多点少点，真不在乎。而且每个人的事业有起有伏，特别你们原来搞职业体育就更是这样，就是你老想保持在原来那个顶峰的那个收入上，就这个也不现实。我觉得莹莹是想激励你，就是重新找到在家庭的责任位置。哎，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感谢她。我其实和她好好的聊过一次，她说老公，她说我并不说图你多少钱。你以前这么奋斗，每天都打着鸡血的，带着伤都出去，那时候你好有光芒。但是现在呢，你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觉得你不如以前了，你还是依然有力量。你只要正能量去面对生活的话，你一样可以活得更精彩。他很照顾你的感受，我觉得被他的这个鼓励我感动了。所以说，没事儿，男人重新在任何地方再重新站起来，然后靠自己能力，靠自己的。一步步坚实的去走就好看。他可能还有一个诉求，他希望他的付出，他负起的责任被你看见，所以他要跟你算一算家里的开销，其实到底有多少，就有哪些事情是他一直花了钱、花了心思在做的。就我觉得负责任是双方的事情，被看见也是双方的事情。是的，我觉得莹他真的好棒，他真的好爱你，他一直跟我发微信，一定要保护好他。对，莹莹真的是很爱你。他托上海这个朋友找我，他说您一定要嘴下留情，对，是吧？明哥要去，你一定要嘴下。我说你告诉他放心，其实我很喜欢邹市明这种性格。只是我自己觉得哈，你真的不用把东山再起呀、重新雄起呀这些
看得那么重。你那时候全网你还没有拥有这么多了，你现在是个3个孩子的父亲，这是很多人不能跟你比的。还有这么一个智慧的老婆，真的不是你挣多少钱，不是你一定要拿上冠军，你行动起来了，让莹莹看到了你每天在想着我怎么做好一个3个孩子父亲。就像你说的，你去球场带着孩子训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父亲，一个家庭里的一座山。我把那3个小山扶到高山上去。对对对，你3个孩子都很好。我3个儿子特别乖巧。你们知道他们家轩轩多懂事吗？他那么喜欢打篮球，然后他就很少跟自己家里人提出要买一双好一点篮球鞋。所以那天莹莹跟我说，我说哇，轩轩这么懂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价值观，爸爸的价值观。对，一定是就是你们的教育，所以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一定要。对你也要支棱起来，对不对？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爸爸不知道，爸爸知道的话，可能爸爸就买了。所以我觉得冉莹莹也许想通过我的嘴今天说出来，让爸爸觉得哎呦有点心酸，但是也更激励他能够。爸爸，轩轩比你更成熟啊。他说了，轩轩承担了半个父亲的责任呢，所以用你的这个曾经的这个体育的能量，化作一个其他领域的一种分享，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吧？是。我发现这次我有一个很意外的地方，因为我以为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你没有收入了，是莹莹在维持这个家，结果刚才才发现你竟然都不知道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就是真的要好好的沟通啊，至少信息同步。可能他给你算账户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知道家里的开销是多少。我以前当甩手掌柜太久了。其实不仅是事业很成功的父亲当甩手掌柜，甩手掌柜是很多的。为什么？莹莹她说来，我们也要看一下有哪些事项，就是在家庭里面有很多隐形的家务是男人所看不见的。比如说，你看他要每次询问老大吃什么，老二吃什么，老三吃什么。一个妈妈她管理3个孩子，还要管理您这个大孩子，你还要吃溏心蛋，你还要给自己点外卖。我觉得现在可能他是属于那个在外面去打猎，我在家里面跟织布的那个。那你吃了没有啊？所以说我请看后面。织不织，反正先要支棱起来，先把织布机给支棱起来。明哥，你有没有发现你和莹莹没变，但你们2个的角色一直在变，所以他在成熟中，你得学会欣赏他的成长。你们2个彼此要是有一个互相的期望和承诺，你们就能有心理契约，试试看看。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帮到。叶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冉莹莹家这段视频能够提炼的关键词哈。我们来看看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哈。哇，经济能力会决定夫妻中的地位吗？我也想讨论第一个。哎，是不是真的挣钱多的那个话语权就够啊？子君老师。我们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确实发现，女性她有很多的没有被继承价格的付出和劳动，比如说我们叫情绪劳动，她每天照顾大家，还有高认知的劳动，就家里面所有要买的东西，她都要记住，而且去购买，她要去了解需求，她要去满足，其实这些都是不计价格的。其实真的是好多隐形的价值没有被看到，所以只看到钱的话还是不够的。再比如说，先生原来很棒，那现在可能暂时没有挣的那么多，是不是家庭地位就不够高了？我觉得仅仅用经济来衡量，不是夫妻间的关系应该有的一种标准。我觉得世明哥可能对这种男子气概特别在意，但我觉得流血流汗站上巅峰是一种男子气概，家里有事儿真上也是男子气概。所以我觉得刚好3个儿子都介于青春期嘛，这个时候父亲就可以回归到家庭。对。然后我觉得您和莹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你们俩是生理性喜欢，你就在家看好3个孩子，然后没事儿带莹莹出去开个会。我觉得这个婚姻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固啊。就是像他和小鹿那个会吗？好了，说到开会呢，我们迫不及待的要看那个康宝。我们来看小鹿的 VCR 好不好？来看一下。